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谭松韵蜀锦人家播放量破4600万，终于有让我熬夜狂追的古装大剧了。晚唐风云，蜀锦之争，一场关于技艺与权谋的较量正在上演。优酷热播剧《蜀锦人家》仅播6集，播放量便突破4600万，剧中季莺莺的遭遇更是让人直呼过瘾。蜀锦人家的故事，从季莺莺的父亲因蜀红丝遭陷害灭口开始，就注定了这部剧的不平凡。季家陷入困境，季莺莺这个看似柔弱的女子，却展现出了惊人的坚韧与智慧。她不仅染丝技巧高超，更有一颗不屈的心。面对恶商的陷害，朝堂神秘大人物的威胁，她从未退缩，奋力抗争，开启了自己的大女主成长之路。谭松韵饰演的季莺莺，34岁的她依旧扮相娇俏，毫无违和感。在剧中，她将一个女子的恐惧与无助刻画得淋漓尽致，特别是被挟持婢女的情节，谭松韵通过声音、表情、动作，将季莺莺内心的恐慌与无助展现得入木三分，让人感同身受。而郑业成饰演的杨静兰，则是季莺莺成长路上的重要伙伴。她帅气且有勇有谋，在季莺莺被囚禁时，她毫不犹豫地带兵要人，眼神坚定，气场强大，完美诠释了角色的特质。两人的关系也从最初的相互试探，逐渐转变为并肩作战的伙伴，共同守护益州与蜀锦的安宁。除了主角之外，剧中的配角也同样出彩。陈晓云饰演的玉玲珑，在处理客人吃霸王餐的情节时，将人物的娇媚与外柔内刚展现得淋漓尽致。寇振海饰演的赵老太爷，一个眼神就能传递出恨铁不成钢与愤懑，让人不禁感叹他的演技之精湛。隋俊波饰演的季徐氏，面对丈夫去世后要债的困境，她以摔酒坛、眼神与声音等展现出悲苦与坚韧，让人动容。蜀锦人家的剧集亮点不仅仅在于演员的精彩表现，更在于其紧凑的剧情与华丽的画面。剧情紧凑无废话，每一集都充满了看点。大女主成长史与朝堂权谋下利益捆绑的两大惊喜，更是让观众欲罢不能。演员阵容涵盖了年轻演员、中生代与实力派戏骨，颜值与演技俱佳，人物群像生动鲜活。画面不仅华丽，人物衣着妆造惊艳，每一帧都如同画卷般展开，让人目不暇接。蜀锦人家不仅仅是一部关于蜀锦的剧集，更是一部关于人性、权谋、成长与爱情的传奇。它让我们看到了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精神，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信任。在剧中，季莺莺与杨静兰携手共进，共同守护益州与蜀锦的安宁。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学会在困境中保持坚韧与智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总的来说，蜀锦人家是一部值得一看的佳作。它用紧凑的剧情、精湛的演技与华丽的画面，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关于技艺与权谋的传奇故事。蜀锦人家，铁打的经商，流水的大女主。女性经商是近年来拍摄比较多的电视剧题材，其中质感好剧如刘亦菲的有关宋代茶文化的《梦华录》，还有孙俪饰演的以清末真实人物为背景改编的《那年花开月正圆》。而这两者珠玉在前，后来者就显得不那么出众了。而谭松韵、郑业成合作出演的古装电视剧《蜀锦人家》，一开局宣传的是经商大女主，而此前完结不久的《珠帘玉幕》也是此类题材。接连两部同类型故事，难免让观众感到疲劳。但真正看过剧，才发现剧方宣传与内容背道而驰。古偶里的大女主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着重爽感，有如墨雨云间女主的复仇，前妻家破人亡，感情被辜负，
后期绝地反击，恩仇的报；另一个则是侧重成长线，但完整的成长线在有限的古偶剧情里并不好写。如果情节布置的不得当，要么就是官以自强自立的女性的名号谈起恋爱，要么就成了女主单开金手指的爽文，主角一路开挂，其他角色就成了陪衬。而蜀锦人家最值得一提的优点是各类配角都是独立的个体，而不是一个扁平的设定。它讲述的是蜀红锦传人纪英英创立飞花会，携手伙伴们在各方势力垄断的蜀锦市场里闯出一条自己的路。与其说这部剧是大女主，倒不如定义为一个以唐朝为背景、一代蜀锦匠人的奋斗故事。在很多剧情里，身世悲惨是女主开始独立奋斗的固有设定，此设定能推动情节展开，却缺乏新意。剧里的纪英英身世并不算悲惨，她有爱护她的长兄，也有温柔开明的母亲。只是幼年遭逢变故，她亲眼见到父亲被害死，这成了她心里的一道魔障。但这并没有成为她一蹶不振的理由，相反，她一路走来都是带着一种乐观励志的心态。印象里上一部让人感到励志的古代故事，还是赵丽颖主演的《陆贞传奇》。陆贞从宫女走到女香的过程是坎坷的，而纪英英发扬蜀锦的过程同样如此。父亲为权势所害，青梅竹马的赵修元为了权势变得面目全非，而他也多次被权势逼得走投无路。但为了家人和初心，他并没有为此妥协。《蜀锦人家》这部电视剧改编自庄庄所著的热门小说《蜀锦人家》，原著里的情节和人物刻画比剧版细节更多一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拿原著和剧版对比来看。在赵修元和白王联手算计时，纪英英选择了第三条路，嫁入杨家。这条路并不是最好的，甚至要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但却能极大限度地保全自身。纪英英无疑是带有主角光环的，她聪慧鲜活。她对赵修元说：“锦有风姿，人亦有风骨。”她不为强权低头，却也在必要时候能屈能伸。不过，剧里的其他女性角色也有其闪光点，就比如牛五娘，作为剧里纯粹的反派女配。她出场时的所作所为可能会让人物以为她会与纪英英发展为惺惺相惜的知己，但她的身份与经历展开后，才发现原来成为好人是需要条件的。贫瘠的土壤开不出芬芳的花朵。牛五娘的成长过程是痛苦的，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她随时面临着成为弃子的命运。她有野心，也不认命。她有心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向父亲证明她的价值。在保守的年代，这种思想很难得，但成长环境对人的影响也很大。正是因为不公的对待，她的心灵受到扭曲，因此她可以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她受到权势欺压，却又依赖于权势，结果只能是功亏一篑。玉玲珑是纪英英的知己好友，同时也是杨静兰的前嫂子。她一身干练的红衣，是月不海的美貌女掌柜。她见识过世间之大，也曾困于一方宅院。她不满于杨家老旧的规矩，但所爱之人也并未为她改变，所以她果断选择离开。后来面对纪英英兄长纪耀廷的告白，她也拒绝得干脆。她虽然洒脱，但终究是个凡人，无法免于女之单膝，不可说也的困境。对她来说，自在的生活胜过感情。剧里她的台词也非常符合人设。这部剧没有追求配平文学，个个都是花好月圆。幻花染坊的朱小娘是与纪英英性格截然相反的女子。原以为这样的小配角会成为背景板，但她的人设却并不循规蹈矩。她抗拒父母为她寻的亲事，一心追求独立。对于桑14的喜欢，她也做了非常直接体面的拒绝。她有理想，也有独立的人格，不是编剧笔下的一个人物设定。